我不喜欢做爱，我有肌肤饥渴症的下半身的事情，我基本上都不太喜欢。Hello，我现在准备出门倒垃圾，我累积了差不多2天份的垃圾了，基本上都是外卖啊之类的那个食物残羹，所以不丢不行。正好我有几个快递要下去拿，所以我就顺便出门之前录一期视频好了。然后私信里头已经有不止1个2个在问我的择偶标准了，就是找对象的标准。我虽然不喜欢跟别人社交，但是同时我也不喜欢和别人在恋爱和择偶方面有过多的沟通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不需要恋爱，我这个人还是很纯爱的。首先我喜欢就是它不一定是必要的，但是一定是加分项的。首先高帅有钱，我不想并在一起说高富帅这个词，我真的觉得很廉价很低级很没水准听起来，但是你不得不说这3个标准就是一个非常加分的项目。但是其实纵观我之前谈过的恋爱，没有一个是比我高，也没有一个是算得上是拿得出手的那种帅，但是甚至还有一些是比较偏丑的。然后有钱我就不说了，我只能说如果在你们的标准内，就是每个月有工资领，这个就算有钱的话，那我交的男朋友都还蛮有钱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标准你们应该能听得明白吧？就是我并不要求你一定要高富帅，但是只要你占了，那一定是加分的，这是标准之一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你一定要能跟我聊得来。我这里指的聊得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垃圾，你看挂在门把上一堆，差不多1、2、3、4袋垃圾。然后算了，反正都要走了，我跟你们聊一聊好了。最重要就是要跟我聊得来。我这里指的聊得来，并不是说你要附和我的话题哦。我跟你说，那种比较会看气氛，比较会适时的接我的话，然后附和我、讨好我的男生，我当然也会喜欢。但是我只能说，这类型的男生可以浅交，甚至可以跟他稍微暧昧几天。但是如果真的要谈恋爱的话，其实你不太容易去考虑这样子的人。就是有谈过恋爱的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意思就是我要的是那种能够懂得我的笑点，能够懂得我的幽默，然后能够理解我全身上下的那个别扭之处。因为说白了，我上一支那个我不爱回私信的那个视频里头，我也说过，我这个人性格真的很别扭，我不用你们提醒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很怪，所以你一定得包容我的这些缺点，我并不会为了你而改变哦。但是当然我知道2个人相处一定是会双方互相的影响，但是我只能说我不能保证我一定会为了你改变太多，能明白我的这个形容吧？就是我有可能会在相处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被你影响，但是我绝对不会主动刻意的去改变我自己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下，你可能必须得多付出一点，也就是说比起我爱的，我更希望找一个爱我的。但这2个不是一个极端哦，我只是说比重问题，就是我会找一个爱我的，然后我会在爱我的里头选一个这其中我最爱的。你们能懂吧？就像选美比赛一样，你不能说他只选美丽，然后学历什么的都不选，只是说美丽作为第一门槛。我会在所有的美女帅哥里头，然后再挑选性格优异、人品好、学历高，巴拉巴拉的，就是它有分第一门槛、第2门槛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大学一样就好了。这个大学，我是一个理科大学，我是个文科大学，我是个外语大学，我是个什么大学，我侧重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还是跟你们聊完我再下楼好了。就是聊得来是一个点，而且我这个聊得来的标准非常的细，你一定要幽默，但是这个幽默并不是随时随地开玩笑的那种，就像我上个视频说的，我会把你的玩笑当真，然后我会跟你杠，你懂吗？就是我所有的缺点会表现在我最信任的人身上。我可能对那种陌生人非常有礼貌，但是一旦我把你视为自己人，这种情况在家人和伴侣身上是非常容易出现的。我一旦把你视为自己人，我就会把我身上的所有缺点全数展露给你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得包容我。当然
你如果是个有技巧的男朋友，你就会在包容我的同时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、改变我。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说 ，baby， 你这点做的不对，你得改，不是这种硬的，你得来柔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双鱼座，我吃软不吃硬的，你给我来硬的，我只会比你更硬。然后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嘛。然后第二点，高富帅最好是有就是加分，没有也不重要，因为在我眼里，性格聊得来重于一切，其他的真的就是看感觉。我认真的真的就是看感觉，但是我只能说同等条件下，就是两个都是一样幽默、一样聊得来的人，那我一定是优先选高富帅的，能明白吧？我着重讲这一趴，我只是不希望有人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肤浅。我只能说谁不这样子啊？但是我有我的内涵，我有需要，我有在探讨内涵这件事。但是你不能因此就把一些外在的东西给忽略不计。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吧？然后就是爱好尽量一样，就是像我说的，我不太喜欢出门。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爱旅行，然后爱出门，甚至是喜欢漫无目的的瞎逛的话，那我可能没办法。就是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我可能会经常打枪你所谓的我们出去玩吧的这种要求。我可能会当然如果你全包办规划行程什么的，我只需要人到场，然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那我当然 OK 啊。那但是就是好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我就是个不爱出门的宅女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是纯爱，我这里指的纯爱就是我不喜欢做爱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不喜欢做爱，我只喜欢接吻。我有肌肤饥渴症，我喜欢贴，我喜欢接吻，但是下半身的事情我基本上都不太喜欢。我跟你讲，像我这么美的人，像我条件这么优越的人，然后又有这么多追求者，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女的早就把男人玩到烂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就是很矛盾，我很色，但是我却纯爱。所以所有我打算认真交往的男生，我都会跟他交代清楚，就是他们想追求我门槛重重。第一，我是男生；第二，我坏毛病太多；然后第三，我还不跟他们上本垒。所以重重筛选之下，能留下来的男生真的不多，然后能留下来的条件还要很好的男生也不多。所以你们我就这么说吧，我谈过的恋爱不多，我就谈过3段，所以你们只是光是这样听，你们觉得这么美的人只谈过3段恋爱很不正常，一定是假的。但是你们结合我之前所提的以及我刚刚所提的我的这些怪癖之后，你们就会觉得这是合理的。我有可能和很多人有过暧昧，但是我绝对没有跟很多人有过肉体上的行为。所以像你们有些带有恶意的网友们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子你可以去下海了之类的，我只能说你如果对我有所了解，你就会知道我绝对不可能走这条路的。因为下海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如果我是一个有那个瘾，我上瘾了的人，那我下海我当然 OK， 我又能赚钱又能做我自己爱做的事情。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呀，我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镜子落泪，就是天哪，老天爷给了你这么美丽的躯体，你竟然没有办法拿去利用它，你甚至拿去直播挣钱你都做不到。就是你这个人规矩太多了，你这个人怪毛病太多了。你看我这个人就是个废话王，说着又跑题了。关于择偶这方面，我不知道我聊完了没，反正我觉得今天视频又录了蛮久了，就这样子了，我要下楼倒垃圾了，因为菜鸟驿站快要关门了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